嗨，朋友你好，我是乌鸦三语。今天我要和朋友们一起分享3个事情。香港凤凰卫视管理层大变动，已经被中国政府接管。拜登上台以后，美国首次大动作，双航母打击群齐聚南海进行军事演习。美国语音社交媒体平台 Clubhouse 给中国大陆带来了短暂的言论自由。好，下面请朋友们听我慢慢道来。今天凤凰卫视传出内部管理层的大变动，我们看凤凰卫视有2种不同的观点。一种呢，它是一个私人媒体，在大陆内比较封闭的这样文化环境里边来说，凤凰卫视呢也算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比较有包容性这样的一个媒体。其中很多的节目都让我们大陆的朋友耳目一新，比如说锵锵三人行，节目中的很多话题在大陆都是比较禁忌的，所以它给大陆很多朋友都带来一些新的思考方式。也有另外一种观点，觉得呢，它就是香港版的 CCTV， 香港版的央视。因为它的创始人刘长乐在70年代就在担任解放军第40集团军的宣传部门的军官，后来又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直从记者、编辑一直当到了国家司级的干部。88年的时候，他被派往海外去工作。这个刘长乐呢，突然就自称自己从原油贸易里边赚到了很多钱。一般明眼人看到这里就知道，像刘长乐这样的出身，这样的正山转变，那么必然的是有中共在背后进行操作。至于目的是为了什么呢？那当然是为了洗白一个人的身份嘛，把一个底子看起来不错的人包装一下，把他变成一个成功的商人，再利用他这样的身份来到自由世界，潜入到新闻媒体这样的行业里边，在适当的时候帮中共发声。因为如果说共产党他自己投钱来到香港办媒体的话，第一，香港不一定给他审批；第二，他即便是办起来了，他也是一个笑话，没有任何人会去收看他，所以就需要像刘长乐这样的代理人。80、90年代的中共，那个时候刚刚经过6·4事件，急需要改变自己的国际形象、国际地位，所以呢，对外宣传这个重要性就摆到桌面上来了。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物色了像刘长乐这样的出身，这样的曾经在军队搞宣传口的这样的干部，把他派到海外转变一下身份，变成一个富商，然后呢，再以这样的个人名义来到香港，来到自由世界，投资一家电视台，然后呢，进行对外宣传。可能在80、90年代的时候呢，这样的身份还需要隐藏，还需要去保密，而到了今天，那么就完全没有必要了。香港版的国安法已经完全的实施，现在呢，香港跟国内的一个城市几乎上是没有任何区别。所以像刘长乐这样的，党和国家交给他的任务呢，已经圆满的完成了，他也可以想干嘛干嘛去了。所以说呢，他也就正式的退出了凤凰卫视。就不管说我们怎么看凤凰卫视，它到底是一个私人企业，还是一个被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媒体，但是从今天开始以后，凤凰卫视正式的被中国政府所接管，正式的变成一个国有化的电视台。据报道说，现在由上海市社科院党委书记徐威出任凤凰卫视的董事长，由曾经央视的副台长孙玉胜接任凤凰卫视的总经理，刘长乐以及他的家族完全的退出凤凰卫视。现在新任的这个董事长徐威，他也是记者出身，长期在上海主管宣传部门，曾经担任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的主任。而这个新任的总经理孙玉胜呢，他也是记者出身，长期在中央电视台工作。所以说，在现在整个香港的大环境下，像以前那样还需要制造一个身份，用他来做代理人，利用他在自由世界里边生根发芽，现在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好，这就是中国官方正式接管凤凰卫视。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近日，罗斯福号和尼米兹号2个航母打击群同时在南海活动，并且就在中共划定的南海海域里边进行训练。与此同时呢，法国也宣布向南海派遣了一艘攻击型核潜艇翡翠号，与它伴行的还有一艘潜艇支援舰塞纳号。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在南海呢，它历来都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个没有任何可以说的。这个事情最亮眼的地方在于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的回应。9号，汪文斌对这个事情的回应是，美方的活动是在炫耀武力，不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在回答关于法国攻击型核潜艇的事件的时候，他表示说，南海的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的问题。那这句话是不是就挺搞笑了？既然不存在问题，那么为什么每一次像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只要他们的军舰进了南海，那中国的外交部呢，就像被尾巴踩到一样，每一次都要一跳8丈高？这是为什么？中共对内宣传的时候，对老百姓说，大家看，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又来欺负咱们了。外交部又在表示强烈的谴责，说这是对中国主权的践踏。这样的谎言他一遍一遍的重复以后，那是不是整个国家的老百姓都会被他们培养成一些价值观扭曲，对从来没有见过的人和从来没有去过的国家就心怀愤怒？这种状态那就是中国人去看朝鲜人的感觉。
像中国的舆论宣传，对内一套，对外一套。对内呢是进行愚民宣传、愚民教育，对外又是欺软怕硬。对这些欧美国家呢，说航行是自由的，可对像菲律宾这些国家呢，动不动就几大舰队齐聚南海，要去揍人家。所以中共这种流氓习气，当它映射到一个国家的时候，它就变成这样嘛。所以说，一个国家的国格是由它领导人的人格来决定的。好，我们来看下一条消息。一个语音社交媒体软件 Clubhouse， 它是一个手机应用，在火热起来以前呢，它只是一个用户不太多的多人在线的以房间为形式的聊天软件。但是呢，它意外的可以在中国大陆的手机上下载，在这个手机 App 上面可以跟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在同一个语音房间里边进行交流，并且不留下任何的文字记录。这就让中国这样被封闭的网络开了一个口子，打开了一扇天窗，就如同是一束光射进一个漆黑的屋子里边一样。在中国大陆就迅速的火了起来。因为在过去的这几年里边，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持续走低，加上香港的人民为他们的权益而抗争，这些事情对于大陆的人来说有特别多的疑问需要去弄清楚。这个平台就给大陆的朋友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与香港和台湾的人在同一个聊天室里边互相去交流曾经不理解对方的一些事情。值得一提的是，这个 app 它是用推荐制来注册的，在注册的时候它需要一个推荐人，这个推荐人必须已经是这个平台的注册用户，每一个账号可以推荐2个人。因为这个原因，善于做生意的中国人呢，立刻就开始倒卖起了推荐权，据说从一开始的50块钱一直涨到了500块钱，这就挺有意思了。那大家想一下，如果说你注册的时候你是花了500块钱去买的，当你注册成功以后，你立刻又可以推荐2个人来，相信聪明的朋友们已经看出来他的生财之道了，对吧？因为你可以运用这2个推荐权为自己再注册2个账号，那么此时你就有2个账号，并且可以推荐4个人，这个过程还可以继续复制下去。如果说可以按500块钱一个的推荐权把它卖掉的话，那么它就变成一个可以持续的生意。所以说有中国人的地方那就有生意嘛。有人参破了这个天机以后呢，就开始做起了这个买卖。不过呢，好景不长，也就火了1个星期左右，就被中国政府封杀。封杀这是在所有人的意料之内，无非是它来得多快的问题。从商业角度来说中国国内这样对于自由网络、对于言论自由的渴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市场，并且呢，有着非常巨量的需求。我就在想，世界上那么多的国家，那么多的老板，对吧？你们其实上可以动一动脑子嘛，拿一点小钱出来开发一个低成本的硬件，这样的硬件呢，插在手机上以后，可以使手机互联，就等同是一个大号蓝牙这样的意思。当很多用户都在使用这样的大号蓝牙的时候，那么这些用户自己就组成了网络，只要成本足够低，比如10几20美元这样的价格就能买得到的话，再配合上类似于抖音这样的短视频社交媒体这样的内容平台，那大家试想一下，如果在城市里边，当你使用这个低成本的互联网硬件的时候，那么你就可以用它来发现在你这个城市里边也在使用这台硬件的这些用户，那么它就立刻会像病毒一样的在世界上扩散，迅速的就形成自己的这个封闭的社交圈子，谁也动不了你，对吧？因为它没有使用任何国家可以控制的网络资源，它是自成一体的。那大家试想一下，不光是中国，世界上有网络审查、网络封锁的国家还有很多。如果说有20亿人还活在网络封锁之下，那其中的1半的人都拥有了这个硬件以后，你是不是就有10亿的用户？那这个时候，如果作为这个网络平台的拥有者，那必然是赚得盆满钵满嘛。在如此庞大的潜在用户面前，如果说那个硬件舍得投资的话，把它做成免费的，免费发放给用户，那也不失为一个推广的好办法，对吧？说起来网络封锁，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去年的10月份，中国有一家名字叫做360的网络安全公司，它推出了一款手机应用，它的名字叫做 Tuber 浏览器。使用这个浏览器的话，它可以绕开中国的网络监控，可以直接浏览脸书、推特，并且可以上 YouTube 等等。但是呢，这个浏览器它需要一个账号，注册账号的时候需要实名认证的手机，这样一来呢，等同于就是实名上网。在用户条款里边明确说了有7条底线和9个不准，那这就是赤裸裸的对用户进行威胁嘛，就是让你们自我审查，不该说的不能说，因为你是实名的。大家都相信360公司的这个举动必然是已经得到网络监管部门的首肯，上线当天就有500万次的下载，可是呢，也就在当天就关闭了，并且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重新开放。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